特币底部出现了吗？调整结束了吗？牛市还在不在？现在是好的抄底时机吗？总体经济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目前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目前在走的调整呢，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由于我们目前下跌的过程其实市场的情绪等等的都已经获得了调整，而且我们前面呢其实才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调整那我们后面呢就应该要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趋势。不过我们目前从49000以来的起涨一直到目前的位置呢，它还不太符合一个周线级别的趋势我们很有可能后面还有一段。那我们可以复盘我们过往在走这种日线级别的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调整的过程跟走的样子其实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比较小的这些区间它就是属于日线级别的调整。那我也会认为我们目前在走的呢，也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我们没有必要走成周线像这种周线呢，我们一调整它就是200多天。那像我们日线呢，其实走的都很一致这种调整它大概就是走个2个月左右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这3次的调整它大概都是走了2个月57天到63天。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已经走了接近56天了，也就是我们非常有可能很快这个调整就会结束掉。而且我们过去日线级别的调整呢，它的回调幅度呢也都差不了太多。像我们之前在中间的这个调整呢，我们调整的幅度大概就是20个百分点，20%。前面这里呢下跌的幅度从针尖到针尖也大概是20%。那我们目前呢，我们从针尖到最针尖大概已经下跌了18、19% 了。所以其实幅度呢也和前面差不了太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过去我们在走这种周线级别、日线级别的调整我们都有出现这种失败的假跌破那像这种对于我们下缘支撑的假跌破呢，它可以把最后场上的一点筹码都给逼出来，把这个最后的底线呢突破一下，然后再收针回去，它可以逼出很多市场上面浮动的这种筹码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过去这种日线级别的调整它都有出现过这种行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4万多的时候有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在最底部的位置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状况因为这种方式呢，它就是把筹码清出来最方便的一种形式那我们在现在呢，我们也出现了。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是没有把92000给跌破的。92000经过了很多次测试，尤其我们在昨天呢经历了插针，把最后一点筹码给逼出来之后呢，92000我们依然是没有明确的跌破。那我们昨天测试到的这个低点大概在89000左右，其实这里呢也非常接近短期持有者的平均成本。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表中间的这条蓝色线呢，也就是短期持有者在链上的平均成本。你可以发现我们过去但凡是日线级别的调整呢，都可以来测试他们的均价。像我们之前在19000的时候测试到了他们的均价，我们之前在38000的时候测试了他们的均价，那我们在昨天呢也测试到了他们的均价昨天我们下跌的最低点是89000，那他们的均价呢大约是在88000左右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这些短期持有者他们的均价呢，在我们面临调整的时候通常都是会来触碰的由于这些人他们买入比特币并且持有的时间并不久，那市场上呢对于他们持有筹码的稳定的程度呢，还是有待做考验的那如果说这些人手中的筹码并没有做过测试，行情就直接上涨那这些人很有可能就会在短期内就直接抛售他们的筹码，那对市场上就直接造成抛压，庄家也是会变得不好拉盘。所以这些筹码呢，必须在还没有涨太多的时候呢，就必须进来测试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把上下边界呢都用这个平均成本给描绘出来，我们价格的走势呢都是在这个边界当中的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一下走得太高一下走得太高的话，那这些短期持有者他们会大幅的盈利，那他们就会有很大的抛压就会把盘面给压回来所以也没有必要超过那这样这个抛压呢就必须由庄家或者说长期持有者去承担那如果说我们市场呢往下走，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下边界给跌破因为长期持有者他们的均价呢才会在这个黄色线左右或者是更下面
那他们的筹码是已经经历过测试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或者说不太需要一直来上下边界来做测试。那我们昨天呢是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测试。那这些短期持有者如果你手中筹码是不坚定的，很容易就会在测试的过程就会抛售出来了。那短期持有者呢，它在每张图的定义其实不一样那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通常是指155天以内的持有者。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昨天 ETF 的数据，我们昨天是流出了28400万，其实这样子的流出并不算太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已经是我们连续3个工作日的流出了。那可见市场上的资金有一定的流出。不过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购买的比特币它的价位才会不错，它的价位呢才会划算那以太坊的话呢，最近这几天也都是流出。不过以太坊的流出呢，也并不算到太多。其实这样的流出确实没有到很多，还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0个 Sonic， 然后你还可以拿$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而且以后很有可能不会再有这种活动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我依然会认为我们在3000左右的支撑的区间它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位置呢，它是非常非常难被跌破的。那我们昨天插出了针也就是做了测试，然后把筹码给逼出来那目前来看的话，3000左右的这个支撑目前还是很强劲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好了。我认为我们目前比特币的行情呢，加密货币的牛市距离顶峰它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这些最主要的筹码的持有者呢，他们并没有在市场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抛售目前没有看到这种状况。这张图表呢是收集地址有1000颗到1万颗比特币的地址持有人呢，他们对市场上做的一些反应。你可以发现这一群人他们在牛市顶部呢，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逃了顶，所以我才会参考他们的数据还有行为那紫色的线呢，代表是他们的持仓。你可以发现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他们大概在5万多就开始抛售筹码他们前面都没有抛售是到了5万多6万的时候呢，然后疯狂密集的抛售筹码。那可见他们就在最顶部的位置逃了顶。而且2017年也是他们在最后上涨加速的这一段呢，很密集的把筹码给抛售了。那如果说还不到顶部他们都会持续的累积筹码的。你可以发现呢，以目前来看，他们依然是在稳定的累积筹码当中所以我认为我们都还不至于走到我们最顶部的区域内。那我们的牛市呢，就还得以延续至少都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个是短期持有者的 SOPR。SOPR 衡量的就是短期持有者卖出比特币的时候，他们的获利状况如果说小于1的话，那代表他们卖出的筹码就是亏损的；如果大于1，就代表他们是盈利的。那如果我们要找到阶段性的底部，或者是找到值得收集筹码的区域，我们一定要在短期持有者卖出比特币，并且是亏损的时候，那才会是好的入场点。我们可以先做个复盘我们当时在19000的时候，这些短期持有者他们是亏本卖出，那就会是不错的筹码收集位置。还有25000的时候不错，再来是38000的时候，还有49000的时候这些短期持有者他们卖出的筹码呢，遭受了非常巨额的损失那这种时候就会是我们很值得入场的时机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些短期持有者他们卖出的筹码也已经开始亏损了。那通常在别人卖出筹码产生亏损，或别人很恐慌的心情去抛售的时候，才会是我们买到非常划算筹码的时间点。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和山寨币之间市值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当前的市值呢，和2021年已经翻倍了，或接近翻倍我们从大概1个 trillion 涨到现在是2个 trillion 多所以是已经接近翻倍了。不过 Altcoin Market Cap， 当然这个图表是比特币和以太坊除外的 Total Market Cap 3，也就是其他的所有山寨币。你可以发现目前
这些山寨币的市值啊，仅仅达到了2021年的水准而已哦。那比特币是已经2倍了，那可见哦，我们在这轮牛市资金的转向呢，其实是已经不一样了，而且资金流入的方式、流入的管道，还有上涨的动力呢，其实都是已经不一样了。不过我依然认为，我们在这轮牛市呢，会发生很显著的市值转移，不过不会像过去几轮牛市那么的明显哦，因为我们这轮牛市资金流入的管道呢，还有我们这轮牛市的核心基础啊，已经早就改变了。那比特币它是有建立了其他的应用，比如说呢，比特币它有机构的资金，那山寨币在这点上是没有的。像很多机构啊，比如说 MicroStrategy， 他们买了比特币，可是其他的币种呢，他们是都没有买的，连以太坊都没有买哦。那很多机构呢，也都是如此哦，有囤积比特币，但其他币种就比较没有哦。那 ETF 的话，比特币、以太坊有啊，或许有个别的1-2个山寨币也很有可能有哦，但是其他的山寨币基本上在这轮牛市是不太可能有 ETF 出现的。那再来呢，还有国家储备等等的一些议题哦，这些也是山寨币没办法达到的。那既然我们这轮牛市资金流入的管道呢是已经不一样了，市场也会面临很大的变化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轮牛市我自己是没有去玩山寨币的原因哦，主要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只有极少数哦受到传统金融认可，或者是有强大叙事的山寨币呢，才有机会可以脱颖而出哦。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轮牛市随便买一个山寨币，它的回报率都会比比特币好的这种状况呢，在这轮牛市我认为是很难再现哦。不过一样会有极少数哦山寨币它是可以脱颖而出的，不过要找出来呢，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难度。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场上面临的一些风险，也就是总体经济的部分哦。市场上是确实有出现一些风险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比特币的衍生品市场呢，目前是中性看跌的态度。那通常呢，我们如果要开启一段多头哦，衍生品市场的一些数据啊，它会呈现看跌或者是中性啊，不太可能是看涨啊。如果我们衍生品的数据是看涨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很难开启很好的多头啊。基本上呢，我们观察衍生品啊，有2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季度合约、掉期合约它的折溢价。如果说掉期合约的溢价过高的话，那就代表市场上对于未来的行情是很看涨的。如果过低的话，就是看跌哦。那为什么会有折溢价的问题呢？因为这种掉期合约、季度合约呢，它没有资金费率，所以它只会把资金成本以折溢价的方式显现在合约上面。那如果说它的溢价是超过 11% 的话，那就代表是很看涨啊。这个 11%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刚刚有提到永续合约它的资金成本呢就是资金费率，那掉期合约、季度合约的资金成本是用折溢价的方式来体现的。那这个 11%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个 11% 其实就是永续合约它的资金成本我们永续合约的话是每8个小时收一次资金费率，一次资金费率是 0.01%， 那1年365天，所以如果你把 0.01% 乘上一天收3次，再乘上365，你就可以得出 10.95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11，是 10.95只是我们取一个整数就是11。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大约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以季度合约、掉期合约来看的话，并没有过度的看涨就算是比较中性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的市场情绪呢已经获得了修正。那永续合约呢，目前的资金费率虽然说是正的，但是这能表明是看涨到是中性到积极的情绪吗？不能，因为永续合约它的基础费率本来就是正的，它的基础费率就是 0.01%。那我们现在的资金费率大约是在 0.5% 的水准所以我们离 0.01% 是有一段区别的所以从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来看呢，我们是略微的看跌所以我们目前衍生品市场大概就是中性或者说略微看跌这样子的情绪那经历了这一段的下跌市场的情绪可以得知已经获得了修正
那标普500呢，在这周就下跌了 4.1% 哦。注意哦，标普500可不是比特币哦， 4.1% 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那目前呢，比较有状况呢，其实是比较强劲的美国的就业报告哦，这会引发一系列的后续的影响哦。比如说美联储它还会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但其实目前的变化呢，也没有偏离预期太多。我们在过去呢，或许我们在2025年有机会降息1码2码，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只剩下降息1码，所以它确实是比预期差，它确实也是个利空，但是我们离预期并没有偏差到非常非常多。那再来是比较严重的，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来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了。那国债收益率变高，其实收益率呢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价格可以改变，所以殖利率会变高。那这个殖利率变高的时候呢，这些传统金融的资金很有可能就会规避风险，因为当国债的收益率、国债的殖利率变高，和股市的回报率、预期回报率缩小的情况下，风险贴水变小，那么大家就会把资金呢转向投资国债，而不是股票而不是这些风险资产那如果资金受到了抑制的话，像美股、比特币这种风险资产它上涨的幅度呢就会比较受限。还有美元目前也是在升值的。如果你有观察最近的汇率的话，你可以发现1美金已经可以换到 33.2 的台币了，这是很高的那 DXY 美元指数呢也已经来到了110几，这是非常夸张的水准这是我这几年甚至这10年以来有印象以来最高的水准那这当然跟川普他要提高关税有很大的原因那如果说美元在升值的话，那就可以表示市场上是比较倾向于持有现金和短期国债的。那这种时候呢，对于这些风险资产美股比特币等等的资金就会比较受到抑制，那价格呢也会有所表现那最近呢 ，MicroStrategy 又购买了另一笔的比特币，大概是2530颗的比特币就在昨天购买的。好，那目前呢 ，MicroStrategy 经过了这一次的购买之后他们已经持有45万颗的比特币了，45万颗非常非常夸张那最后用这句话做总结吧，考虑到安全性像目前比较被视为比较高风险的，比如说美股比特币这种风险资产它的需求呢就会降低因为大家去购买国债了，或者是继续持有美金那比特币的需求呢也会短期内降低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